我站在门口，颤抖着身躯，不敢置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儿子什么时候和他爸爸联系上了？他还要卖我的房子，给他爸爸换套大的房子。那我呢？他准备给我买什么？又把我这么多年来对他的照顾和付出当成什么了？我真是做梦都没想到，我劳心费力扯大的儿子，有一天会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。我气得差点一头栽倒在地，可我不能倒下，不然我的财产就要被这对人渣父子夺走了。我把银行卡和房产证从包里拿出来，然后塞进文胸里面的衣服藏好，就一脚踹开了门。客厅里，儿子还在和他爸爸商量着怎么抢走我的财产。我猝不及防的出现，吓得儿子大叫一声，他正要破口大骂，回头看到是我回来了，马上挂了电话，换上平时体贴懂事的模样向我走来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不是说了开车去接你吗？外面的太阳那么晒，你有没有打伞呢？儿子向我走来，伸手想扶我进屋，我大力拍开他的手，厉声责问他：我问你，你刚刚是不是在和你爸爸打电话？儿子看着我铁黑的脸，慌了一下神，但他不知道我到底听到了多少，干脆眼神躲闪不承认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可能和他打电话？我这是和公司同事打电话，他刚刚好说到他爸爸的事。够了，你就别装了，我刚刚在门口，全部都听到了。没等他说完，我就快速打断他。儿子低着头不敢看我，但还在继续装。妈，你是不是年纪大出现幻听了？我都说了，我只是和同事在打电话，你能不能别每次听到爸爸2个字就疑神疑鬼似的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模样真的让我很反感。我记起来了，儿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，也是躲在房间里面打电话。我隐约听到他说：爸爸，我会努力，以后让你过好日子之类的话。等他出来，我就问他是不是和他爸爸在打电话。谁知儿子一听我提到他爸爸这2个字，马上就暴跳如雷说：妈，我没有给爸爸打电话，你能不能别每次一听到我说爸爸这2个字就如临大敌一样，脾气随时一点就炸？你这样真的让我很窒息，我怕继续追问下去真的会让他厌恶我，也就没再继续逼问他。如今看来，我这个儿子真的很会和我玩心理战术，他深懂得如何拿捏我和让我闭嘴，就和现在一样。呵，估计也是那时候他就和他爸爸联系上了吧，又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。我痛心地看着他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明知道你爸爸那个人渣，当年为了还赌债，差点就将你卖了，还想剁了你的手指头威胁我，你竟然还想认他，还和他一起骗我的房子。张家豪，你的心和他一样，都是黑色的。许是不想听到我说他爸爸半句不是，他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，再也不装了。没错，我刚刚就是和我爸爸打电话了，那又怎么样？听到他承认，我心底讽刺一笑，呵，装不下去了吧？儿子瞪着我，语气再无平时对我的亲切谦和。妈，当年的事，爸爸也不想的，而且他也知道错了，他也找我们道歉了。倒是你，这都多少年过去了，我也长大了，你为什么还老揪着他的过去不放？因为他当年差点就将我们活活打死，可我们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我面无表情反问回他，所以我们没有死成，还要烧高香，感谢你爸爸当年手下留情，是吗？儿子一脸不耐烦道：妈，你简直太不可理喻了，难怪爸爸不要你，要和陈怡在一起。陈怡每次和爸爸说话，从来都是温声细语的，不像你，一说话就夹枪带棒，像吵架一样。他口中的陈怡叫陈念，是我的小学同学，
当年他爸爸还在和我存在婚姻关系的时候，就勾搭上了陈念，两人经常出双入对。他爸爸还带他回老家祭祖，让我一度成为所有人的笑柄，这是我一直迈不过的坎。儿子却永远懂得针扎在我哪个位置最痛。我眼下要夺眶而出的眼泪，既然你觉得他们好，那你就搬去和他们一起住吧。你这套房子，我明天就去退租了。他大学毕业后找的工作不进我住的地方，就提出要在公司附近租房住，方便上下班。我想了想，同意了，就给他租了这套2室1厅的房子。这里的租金很贵，每个月除开水电费不算，就要2500块钱。我体谅他刚工作，工资也不高，就每个月帮他给房租。这一给就从他工作给到现在，期间他没出过1分钱。他但凡有骨气一点，说不住我给他租的房子，即刻就搬去和他们住，我都还当他是条汉子。但他是既要住我给他租的房子，还要我新买的房子过户给他，又要拿着钱去舔他爸爸的菊花。呵，他的业务可还真够多的，怪我以前怎么那么眼瞎，没看出来他是这样一个畜生。儿子看我语气不像是开玩笑，不敢继续和我扯这个话题了。他马上转移话题道：妈，我不和你说这么多了，你快把房产证给我，证件都齐全了，我自己过去过户就行。你也累了，先在我这里休息一下吧。看来这些年我真是对他太好了，以至于他自信地认为我们今天都闹成这样了，他竟然都还觉得我仍然会全心全意地为他付出。我呸，什么白眼狼玩意儿，老娘的房子和钱就是喂狗，都不便宜他。我冷眼看着他，房产证我没带来。儿子下一秒马上变脸：妈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等你老半天，结果你没带来。他不信我说的，伸手就抢过我的包，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出来翻找。包里面车钥匙、收据、伞，我低血糖时会带的糖果洒落一地，还有我出门带的1瓶护肤霜也摔到地上碎了，白色的液体洒的地板到处都是。这一幕似曾相似，以前他爸爸要钱去赌博，也是每天都把家里所有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，一片狼藉。看来血缘这东西有时候还真是如出一辙的狼心狗肺和下贱。儿子找了一会没找到他想要的，马上朝我低吼：妈，你还在这里愣着一张驴脸给谁看呢？没带房产证来，那你快点回去拿呀。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下午还要和丽丽去试婚纱，我没那么多时间陪你耗。在他的咆哮声中，我平静地蹲下身子，将地上的东西一一捡起来，放进包里装好，也把我对他的呵护和关爱全都一一放进包里收好。心死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对他流露半点关心了。出门时，我心无波澜对他说：你等等，我很快就给你送房产证来了。许是我声音前所未有的温柔，儿子冷漠的表情也缓和了下来。他马上走到门口对我道歉：妈，对不起，我刚刚也是太心急了，这才对你说话大声的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都不会。不，你没错，错的是我打断了他，错的人一直都是我。我错在当年他爸爸要卖掉他去还赌债时，就应该选择放手，让他卖去，而不应该拼死拼活将他抢回来，还被他爸爸打瘸了一条腿。当年我和前夫不幸的婚姻是从有了儿子开始的，那时他做生意失败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而我恰好又在这时候怀孕了。本就经济困难的我们，因为有了孩子，更是难上加难，
久而久之，吵架是家常便饭的事，但吵过之后还是没钱，他就想办法搞钱，去赌博。一开始他是赢了一点钱的，我们也跟着过了一段好日子，只是好日子不长，他就一直输钱了，并且没再赢过。没赢钱，他的脾气越来越大，滴酒不沾的他也爱上了喝酒，一输钱就喝酒，喝醉了就打我，后来还对儿子动手。我忍无可忍去起诉离婚，可他却在民政局门口跪在我面前，一巴掌一巴掌扇自己耳光，说知道错了，以后都不会了。周围的人都在劝我原谅他吧，现在肯跪下来和女人认错的男人不多了，哪个男人没有点暴力倾向啊？只要不是出轨，犯了原则性问题，这实在是没必要闹到离婚的地步。婚姻不易，且行且珍惜呀。我看着劝说的人群，又看看已经2岁的儿子，哭喊着要爸爸，就一时心软原谅了他。谁知属于我的噩梦也开始了。回到家后，他看我敢去起诉离婚，一改之前在民政局的态度，他凶神恶煞地抓住我的头，狠狠撞向墙壁。贱人，你还敢不敢去离婚？还和我离不离婚了？我忍着剧痛说不敢了，可折磨却没有结束，而是继续。他将我的头来回碰撞墙壁，一直碰到他累了，才将我像块破布一样丢开。只是他仍觉得不够解气，就一把抓起早已吓坏的儿子扔到我面前。在儿子大喊大叫声中，他捏住儿子的手指头往锋利的水果刀上一拉，嘶！儿子的手指头被硬生生割掉一块肉，鲜血喷出。儿子吓坏了，当场就抽搐起来。他见状马上威胁我：贱人，再敢提离婚这2个字，下次我就不是剁他手指头了，我是直接要他的命。都说虎毒不食子，他是连儿子都想弄死，这畜生压根就不是人。我怕了丧心病狂的他，自此只要他没再伤害儿子，没将我打死，我再也没和他提过离婚。半年后，他勾搭上了我的小学同学陈念，陈念好吃懒做离婚了，独自扯着2个孩子回娘家啃老。一来二去，他们就看对眼了，经常在一起厮混，也就没空管我们了。我和儿子难得的过上了平静的日子，但没想到，儿子6岁那年，噩梦还是降临。他听说国外的赌博很容易赢钱，就又打儿子的主意。他早就联系好了人贩子，想将儿子5万块钱卖了，拿钱去国外赌博。我拼命抱着儿子，任凭他拿着铁锹，一铲子一铲子狠狠地打在我腿上，疼得我死去活来。我都死死抱住儿子不松手，没让他得逞。后来，邻居帮我们报了警，警察亲眼看到他对我们施暴，这才准许我们离了婚。可是我的腿被他打瘸了，整个脚掌向上翻折，再也好不了了。儿子心疼地抱着我痛哭：妈，你别怕，以后我长大了，我帮你打回去，我还要当你的腿，带你去很多很多地方。看着儿子稚嫩地说出这番充满斗志的话，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们的家产早就被那畜生给败光了，身无分文的我，为了我们都能活下去，活得好，也为了将儿子培养成才，我一天打5份工，环卫工人、清洁工、服务员、阿姨、保姆，这几个身份我来去自如切换。后来我了解到，搬砖最赚钱，可这个很累，但为了儿子，我拼命咬紧牙关干。这一干就是10年，日子最难熬的时候，当时儿子发着烧，没人帮忙带，我就把他背在后背，双手在前面搬着砖头，一瘸一拐向前走着。冬日天，累得我全身都湿透了，汗水早已模糊了双眼。我没有看清楚前面的路，瘸腿踢到了障碍物，我摔得鼻青脸肿，也没让后背的儿子伤到1分1毫。
从儿子家里出来，我马上给房东打电话：李伯，后天我不打算交房租了，我直接退房了。李伯顿了好几秒才说话：啊，你怎么这么突然呢？我当初都和你说了，退房要提前1个月的。李伯，我可以给你赔违约金。我打断他。李伯又顿了一下，这才说：不用，我这是自己的房子，你提前一点我也不吃亏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等会把押金转给你。等李伯把5000块钱租房押金转过来，我马上和他说了儿子对我做的这些光荣事迹，让他感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客气。租房子这几年来，我早就摸清了李伯的性子，很有正义感，最看不得不孝子孙不敬长辈的事。他在电话里咬牙切齿对我说，会为我出这口恶气的。我笑着收了押金，就去最贵的上品饭馆吃饭。平时舍不得吃穿的我，随手就点了一桌子好菜，毕竟兜里揣着200万和1套房，我要再不花，就要五雷轰顶了。所有的菜，鲍鱼捞汁、海鲜粥、椒盐大虾、红烧排骨、盐焗鸽子、燕窝炖中上齐。服务员阿姨和我熟悉，看我一个人点这么多菜，还好心提醒我可以叫多几个人一起吃。服务员阿姨和我同龄，都是40多岁，可我们2个站在一起，我像是她外婆，她是我的外孙女。我常年打5、6份工作，又起早贪黑杀了10年猪，青春这玩意在我脸上早就消耗殆尽了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风干的老腊肉。这老腊肉还常常拉着一张驴脸，看起来刻薄又恶毒。这是儿子骂我时说的，骂得还挺有文化的。不枉我每天3点钟就起床杀猪，取新鲜的猪脑回来给他炖汤喝。看来他是补进去了。瞧，他重点大学毕业了，有了份好工作，还找到了谈婚论嫁的女朋友，又认回了当年要他死的爸爸，还想拿我的钱给他爸爸养老。这个脑子，没个10年脑血栓还真干不出来。我看着服务员阿姨，摇头说：不了，今天就我一个人吃。她笑笑和我打趣：那吃不完，给你儿子打包回去。不，他吃猪脑得了，不配吃这些东西。服务员阿姨神色僵了僵，但不是多话的人，说了句祝我用餐愉快，就去忙别的事了。我把这些菜都尝了一遍，好的差点咬到舌头，原来他们是这么好吃的。儿子上初中之后就越来越挑食了，每次他吃饭都必须要有2个肉菜。我有时候忙没有空做，就会给他点份外卖。这家饭馆是我经常给他点外卖的其中一家，他很能吃，每次都专门点名要吃好的，有时是水煮牛肉片，有时是凉拌猪脚、石锅鱼、麻辣牛蛙、炖鸽子等等好菜。每次他也都会叫我吃，每次我都会各种找借口说太辣太油了，我不吃这些，他也就不和我客气了，一个人炫完了所有，然后把外卖盒丢在那里让我收拾。其实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很爱吃这些东西的，只是我苦日子过惯了，不敢那么放肆挥霍。每次扔儿子的外卖盒子，我都会把他吃剩下的捡起来吃，有时候还剩下一点汤汁，我也直接咽进肚子，只是什么味道都没能尝出来。我尝完了菜式，又盛了一碗海鲜粥喝了起来，久违了，鲜甜的味道，这些年当真是白糟蹋我的胃了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好好补回来了。我吃饱喝足从茶楼出来，儿子的电话就打来了，他一开口就很不耐烦地责问我：妈，你还要多久才能到？丽丽已经来找我了，等会我们要去试婚纱，没有空在这里等你了。你把房产证送到我们试婚纱的地方去给我，我发你地址，你要快点来，别总是让我们等你。
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打断了：“我不会过去了。你想要房子，叫你爹给你吧。”儿子顿了几秒，马上冲我咆哮：“妈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你再这样，信不信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？”没等他咆哮完，我就挂了电话，并把他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，然后打通一个人的电话：“喂，你上次说有人看中了我那套房子，现在买家那边还需要吗？”那人很意外我会给他电话，马上激动地说：“要的要的，就在刚刚。他还叫我再联系你看看呢。”“好，你告诉他，我的房子同意卖给他了。”“好的好的，你现在在哪里呀？我们约出来仔细谈。”客户说了，钱你随便开。我给那人说了一个地址，然后就挂掉了电话。我要过户给儿子的房子是一套临江商品房。当年儿子读高中后，我就不搬砖了，为了陪他顺利度过高中生涯，我租了个档口卖猪肉。生意好的时候，我一天卖5头猪，纯收入一天大几千块钱。这套房子就是在那时候花了100万买的。当时儿子还小，名字就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。半年前，江景大规模开发修建，这套房子也跟着水涨船高，涨价到500万了。儿子得知后，就马上让我过户给他。他说女朋友要求他有房子，才肯答应他的求婚。我想了想，反正我的以后也都是他的，就同意了。只是我做梦都没想到，他要这套房子是另有安排的，这安排里面还不包括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的房子他也不要惦记了。我干脆将房子卖了，把钱揣兜里踏实。3天后，房子以600万的价格卖了。我请中介陈先生吃饭，没想到刚出小区门口，就迎面撞上儿子张家豪和他女朋友丽丽。张家豪看到我，又看到我身边青涩的像个大学生一样的陈先生，张家豪马上不分青红皂白，就对我破口大骂：“妈，你看看你都多大年纪了，竟然还学人家勾搭小鲜肉，你到底害不害臊啊？还有，你凭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就退了我的房子？你赶紧打电话给李博，让他重新把房子租给我，不然耽误我明天上班，我绝不会再叫你做妈了。”我没出声，就静静看着他像个小丑在我面前上跳下窜。突然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小丑的面孔马上火冒3丈：“妈，你到底和李博说了什么？昨天他带人来收房子，我只不过和他理论了2句，他就拿拐杖狠狠地敲我头，还叫人直接把我扔出去。现在整个小区的人都看到我狼狈不堪的模样了。妈，这下你高兴了吧？妈，我和你说话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说话？”张家豪看我没出声，一脸厌恶感拉满喊我。我本来不想出声的，但听到他喊妈这个字就烦。妈妈妈，你是还没断奶还是怎么的？我租的房子，我想什么时候退就什么时候退，你管得着我吗？还有，别叫我妈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没有你这种狼心狗肺的儿子。张家豪看着我，一脸不敢置信我会说出这种话，但很快他就一脸阴狠对我道：“好，这句话可是你说的，你以后就是死，我也不会到你坟前去流一点眼泪的。鳄鱼的眼泪不需要。行，你不要我做你儿子，我也不想要你这个妈。”身边的朱丽丽轻轻扯了扯他袖子，他这才想起来找我的正事。他清了清喉咙，不要脸地道：“你把江景的房子过户给我，我马上和你断绝关系。你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我会出现在你面前碍你眼了。”我冷眼看着他：“给不了你了，房子我已经卖了。”“什么？”张家豪像地雷一样炸起来：“你什么时候卖的？卖了多少钱？”“刚刚卖了600万。”张家豪一听这么多钱，
马上又安静下来。那行，你把600万全部转给我。我摇头，还是不行，钱我已经全部捐出去。张家豪好不容易平静下来，瞬间又炸毛起来。我不信，你休想骗我，你赶紧把钱给我，不然我就一直缠着你。一旁的陈先生看不下去了，他拿出一堆资料给张家豪看。张先生，你妈妈是真的把钱捐了，你看看这个文件，600万，她全部都捐给福利院了。现在她身无分文了。我不知道陈先生给他看的那份文件是什么内容，只见张家豪随意翻了翻，下一秒他就像变戏法一样，马上脸色煞白一片，紧接着他就两腿一跪，整个人躺在地上抽搐了起来。你好毒，竟然真的捐了！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口吐白沫，身体快速抽搐起来。陈先生吓坏了，颤抖着手把文件塞进包里。朱丽丽也吓得不轻，跪在他旁边，像得了失心疯一样大喊大叫：“家豪，家豪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呀！我们快点走，不然被讹上就糟了。”只有我很淡定地拉着陈先生走了。陈先生回头看了一眼，就这样走，不看看他。我快速走到小区外面，看了20多年了，已经腻了。陈先生有些担心，他这样不会有事吧？陈年旧病，死不了人的。当年他爸爸恶毒割他手指头，吓到他了，导致他长大了后一受到刺激就会抽搐。不过，距离他上一次抽搐已经过去10多年了。我以为他已经好了，没想到还是会。算了，我不关心，我关心另外一件事。我明明没有捐款，你刚刚给他看的是什么？陈先生眨眼笑笑，捐款是一个有钱人捐的。他心急，只看到600万就以为真的是你捐的，都没看后面的签名。我对他连连称赞。做得好。陈先生叹了口气，你家这块叉烧实在是太气人，我看不去了。叉烧，这是什么比喻？我老家的比喻，生块叉烧都好过生你，是骂人的话。确实，叉烧还能当饭吃，他会气我，骂我，抢我的钱，当真是不如一块叉烧。卖完房子，又做好理财规划，我就到处去旅游了。以前我一有空就会叫儿子带我出去旅游，可他总说忙没有空。后来有一次，我念叨的多了，他就不耐烦冲我吼：“妈，你去旅什么游啊？你以为你是那些年轻活力的小年轻，蹦着腿到处乱跳吗？你的腿瘸了，而且你也年纪大了，万一路上出了个什么事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你还是待在家里吧。别给我整麻烦了。”我听出来了，他嫌我腿瘸了，带我出门会给他麻烦。可他也不想想，我的腿瘸了，究竟是为了谁瘸的？行吧，现在我有钱有闲，再也用不着他带我去了。瘸了一条腿出门旅游，确实是很不方便。我就雇了一名女大学生陪我同行，她懂很多地方，也很懂吃，更懂打扮。一路上我们相处很愉快，他和我分享学校的趣事，我也把我儿子的事说给他听了。他义愤填膺骂道：“他太不是人了，祝他和他爸爸赶紧锁死。”女大学生一语成谶，他真的和他爸爸锁死了，在外面玩了3个月回来。我刚下车，就看到张家豪挽着他爸爸张慕明向我走来，真晦气。我不错的心情瞬间被他们打散了。这是我和他爸爸离婚20年后第2次见面，第1次是在儿子高考那年，他来找我们道歉，说他当年做错了，要我们原谅他。我没等他继续说下去，就拿扫把将他赶走了。此后他再没来找过我们，只是偶尔从朋友口中得知，他和陈念一起开了家发廊，生意还挺好。生意好，我看是好辛苦才对。他也才45岁，就白了头发弯了腰，
牙齿还掉落了几颗，看起来活像个老态龙钟的垂暮老人，好丑！丑人张慕明一看到我，就忍不住呵斥我替他儿子出头。王晓，我们之间的恩怨，你干嘛要牵扯到儿子身上？儿子给我买房是孝顺我，你不让他孝顺我就算了，竟然还把房子卖了，钱也捐了。你这样做，让他以后住哪？拿什么生活？你自己疯就好了，你还要活活把儿子逼疯吗？我眉毛轻挑看着他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要将他气疯的。不过他可真顽强，这都还不疯，要换作是我，到嘴的600万就这样飞走了，我估计都要杀人了。张家豪看我这样说，气得脸色铁黑。妈，我知道你憎恨爸爸当年那样对你，可他毕竟是我血浓于水的爸爸，我们之间再不好，也始终还是亲人。看到他这些年一直过得不好，可能你觉得很爽，但我做不到像你这样冷血无情。你若是不同意我给他买房子，那这事就算了，你至于这么恶毒说我吗？我知道白眼狼这玩意是我毕生都要修学的课程，不然我怎么就这么蠢，要花上我20年的时光来看清他这个人？我对他再无半点儿子之情，这20年来独自抚养他，我就当是抚养一条狗了。我都还没将你气得羊癫疯发作，我怎么恶毒了你？张家豪气得青筋突跳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。就这么点火候，我呸一声骂了一句，这么快就词穷了，真是没用的东西。爸，你看看他。张家豪气得捂住胸口，向他爸爸求助。张慕明看我的战斗力确实比以前强悍了不少，马上威胁我：王晓，我劝你在我面前说话注意点，别一会惹火上身。呵，他还以为我是当年那个打死也不还手的王晓呢。我忍不住问他，那我要是不呢？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，打到我屈服为止？张慕明想了一会才道：孩子都长大了，我们也老了，再喊打喊杀不合适。这样吧，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不是也挺大吗？虽然旧了点，但给儿子做婚房也合适，你搬出来住，尽快过户给他。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说了半天，终于重点来了，要我的房子。行，那我就如你们所愿。行，不就是一套房子吗？给你们就是了。到底是我的儿子，我怎么舍得让他都结婚了，房子都还没呢？你们过来扶着我点，我上去给你们拿房产证，马上就去过户。我背着手看着他们道，他们一听我同意把房子让出来了，愚蠢清澈的双眼突然一亮，然后迅速一左一右过来扶我的手。没等他们靠近我，我藏在背后的拐杖就趁他们毫无防备大力挥出。畜生，白眼狼，老娘都还没上门去找你们，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都想要我的房子是吧？来呀，我这就给你们，但给你们之前，我先将你们抽死。我虽然瘸了一条腿，可我杀了10年的猪，再加上旅游这3个月，我吃得极好，我现在浑身上下都是使不完的劲。我双手握住拐杖，先将大的打得鼻青脸肿，再将小的揍得哭爹喊娘。王晓，你竟敢打我，快快停下来，不然我让你后悔活在这世上。啊呀，痛死我了，你这臭婆娘！啊，妈，你别打了，我的脸呢？毁容了。没一会儿，他们就齐齐败下阵来，父子俩抱着头瑟瑟发抖蹲在地上，像条哈巴狗一样向我求饶。我当没听到，直抽到我累了才停下来。滚！再让我看见你们，我见一次就打一次。父子俩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狠剽悍的我，看我的眼神像是见了鬼一样，然后快速搀扶着，逃似的保自己的狗命要紧。
我狠狠出了口恶气，心情很好，刷火锅吃。但没想到，刷到一半的时候，楼下就有人喊我名字了。陈念和朱丽丽他们大肆在楼下叫嚣，等引来了一堆人围观。他们就说我将他们的男人一个打瘸了一条腿，一个打伤了腰，直不起来了。他们现在齐齐躺在医院治疗了，让我必须给他们出医药费，不然他们就报警抓我去坐牢。最后，陈念还说朱丽丽已经怀孕了，但我把她男人打进了医院，现在怀孕的她没有人照顾，这段时间她的营养费也全部都由我出，铺垫了一堆，只有后面这句才是重点，要钱。不过朱丽丽怀孕了，我很高兴，有人要喜当爹了。我下楼来，看着打扮得珠光宝气的陈念，嘴角边2条法令纹像蜈蚣一样深深粘在脸上，看来岁月也没有轻易饶过他。我迎上他颧骨高凸的刻薄面孔，掏掏耳朵问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我把他们抽死了，现在他们齐齐躺在殡仪馆那里，让我赶紧去见他们最后一面是吗？”我摆摆手，呸呸呸骂道：“我呸！他们多大的脸，还敢让我去见？他们一个婚内出轨，将我打成了瘸子；一个我累死累活养大有出息了，却处心积虑骗我的钱，还骗房子去认你这个小三当妈。他们趁早死了好，不然活着也是糟蹋粮食，煽动吃瓜群众的力量，搞得谁不会是的。”我只3言2语，就将所有人的目光成功转移到他们身上去。天哪！我刚刚以为他们骂的人是悍妇呢，没想到内有隐情。认小三当妈，这种白眼狼儿子，要换作是我就往死里打。哎哎哎，你们谁有臭鸡蛋呢？我想扔死这小三。我也想，太嚣张了，将人家搞离婚就算了，竟然还敢惦记人家的钱和房子，太恶毒了！大家快曝光他！我在录视频发群里了，等会大家记得去转发点赞，我要去发，曝光死他！人群叽叽喳喳议论和曝光他们，陈念气得脸色苍白。王晓，你别以为他们帮你说话，你就有理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将他们都打伤了，这钱你今天不赔也得赔，我赔你妈的！你个不要脸的小三！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不去报警，我也会去报警，告你们合谋抢我的房子。看我要报警！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朱丽丽正想开口，我迅速一句话将她塞得比吃了苍蝇还难受。你在开口之前，最好先想清楚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。在旅游的时候，我曾在杭州见过朱丽丽，她和一个男人亲密的搂搂抱抱，还互相老公老婆喊对方。那时我想拆穿她的，后来想想，白眼狼都和我没关系了，我拆他个屁，就该让他喜当爹。朱丽丽显然不知道我会知道他劈腿的事，脸色青白一阵，但还是咬死不承认。伯母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一直都只有嘉豪一个男人，你这样污蔑我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看清楚，这女人是你吧？我直接掏出手机给她看照片，当时我闲着无聊拍的，没想到拍的她的脸这么清楚。朱丽丽看到照片，指尖气得发白。你跟踪我，你算哪根葱，值得我跟踪你？朱丽丽抖擞着嘴唇，不敢再多说一句，然后拉着陈念，想把他拖走。阿姨，我们快走吧，他们在医院，还需要我们去照顾呢。陈念大力甩开他的手，直白问他。这贱人说，对了，你肚子里的孩子真的不是张家豪的。朱丽丽看着窃窃私语的人群，她做梦都没想到，她脚踏2只船这事会被这么多人围观。阿姨，我们回去再说好吗？陈念看他不敢反驳，还有哪不明白的，也不知道他是哪根筋不对了，竟然教训起朱丽丽来。你怎么这么恶心呢？嘉豪一心一意对你，
你竟然还背叛他，还怀了别人的孩子，想让他给你养孩子，你真是好歹毒啊！我一定要将这事告诉家豪，你就等着被抛弃吧。”朱丽丽看陈念这样说她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向陈念咆哮：“你骂我贱！你又比我高贵到哪里去了？你当年还不是知三当三，当了一次还不够，还要当2次3次。我说没错的话，张家豪爸爸负责你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是你另外一个固定男伴负责吧？哟，事情真是越来越精彩了！”啪！放你妈的屁！陈念打了朱丽丽一巴掌。你再敢在这里胡言乱语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朱丽丽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挨了陈念一巴掌，她马上像个疯婆子一样扯陈念的头发。就在这时，更精彩的来了。只见陈念口中口口声声说躺在医院父子俩，此人脸色铁黑，从人群中走出来。陈念和朱丽丽一看，瞬间心都凉了半截。两人还试图向他们解释，但没等他们开口，父子俩就分别逮住各自的女人，狠狠地扇了他们一耳光。贱人，给我戴绿帽子就算了，还怀了别人的野种让我养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张家豪率先动手，他爸爸也不甘示弱，烂货！难怪你5、6、7总是不在发廊，原来是会情郎去了！我打死你！2个女人被打得嗷嗷叫，场面很快变成4人互殴起来。但没一会儿，又有一个男人加进来了，是朱丽丽出轨那个男人。有人把这事发上网了，他看到朱丽丽被打，马上火急火燎赶过来救朱丽丽了。很显然，他的战斗力要好些。一拳就把张家豪打倒在地上了。张慕明见状，马上过来帮张家豪。2人抓住男人，拳到肉往死里抽。朱丽丽鬼哭狼嚎，让别打了，可劝不住，他就夹进他们，企图用身体阻挡他们，可早已打红眼的他们，连他也一起打。朱丽丽很快被推倒在地上。张家豪马上跪在他身上，拼命开弓扇他耳光。朱丽丽男人想来帮忙，却被张慕明死死抱住了。而陈念早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最后是有人大喊了一声，说朱丽丽屁股底下的全是血，张家豪这才停了下来。而警察也在这时候来了，他们全都被铐上了手铐，带上警察局。朱丽丽则被救护车拉走了，不过她的孩子最后还是没保住。听说她疯了，这件事在网上闹得很大，网友一度被这些炸裂的信息刷新三观。陈念虽然没有被警察带走，但网上所有人都知道他一女多夫的事。他的一双儿女觉得丢人，将他赶了出去。陈念无处可去，只能回乡下种地为生。但却经常遭各种流氓骚扰，没多久他就被流氓打死了，真是报应。3个月后，张慕明和张家豪因殴打他人致重残，2人分别被判3年和5年刑。张慕明这些年一直喝酒，身体早就垮了，第2年人就死在了监狱。张家豪在里面待了5年出来，听说找工作到处碰壁，然后到处找我，真是晦气。后来再一次听到张家豪的消息，是在新闻上，他被人骗去边境做了大体老师。我扫过这些信息的时候，内心竟毫无波澜，然后又在规划下一站去哪里旅游好，要不还是去看雪吧。南方的候鸟表示还没看过雪呢。